说到诈骗，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缅北杀猪盘了。当时隔一段时间都能收到什么什么人失踪的消息，出国都搞得人心惶惶。不过这帮人说白了还是为了钱而搞诈骗的。那如果说有人搞电信诈骗不是为了钱的话，那他的目的到底会是啥呢？从1992年开始，一通神秘的电话就骚扰了美国的麦当劳等连锁快餐店，偶尔还会打给一些杂货店和录像带租赁店，骗术基本一致。电话那头会自称是警察或是执法人员，要求与店内的经理对话。然后对方会描述出一个所谓嫌疑人的特征，而这个嫌疑人正是自己店内的某位员工。随后电话那头会让经理配合拘留涉嫌犯罪的这名员工。当经理锁定嫌疑人后，再一步步根据电话里面的指示对员工进行搜查。最基本的流程就是脱衣服检查，而嫌疑人一般锁定为年轻的女性员工。可随着调查的进行，经理会被要求做一些过分的事情，就比如打屁股、亲吻、搜查私密部位，甚至被诱导性侵员工。通常来说，脱衣搜查一般会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了，会有旁观者开始质疑，当事人才会清醒过来，发现这一切都是骗局。虽然脱衣搜查电话诈骗在美国30多个州都均出现过，但执法机构认为这些都是同一个人所为，他就是专挑经常雇佣年轻人的快餐连锁店下手。那么看到这里，我相信各位肯定是一头雾水，怎么这些当经理的都是傻子吗？这样的事情一看就是骗局，怎么还能持续好几个小时？别急，等你看完以下的真实案例，就知道为啥他们都会乖乖就范了。已知最早的一起脱衣搜查案发生在1994年。俄亥俄州塞布鲁克镇的一家麦当劳餐厅，对方自称是一名副警长，电话里面说是有一名顾客报案，在他们餐厅被偷了钱包，所以他打电话来是问主管询问情况。根据这位副警长的描述，顾客丢失钱包的时候，店内有一名年轻的女性员工，而当天正好是克里斯蒂娜和玛莎在上班，完全符合嫌疑人的描述。很快，主管把他们叫进了办公室进行搜查。而电话那头的人用一种强硬的态度，当即命令主管去搜身，以配合调查。而此时，员工玛莎可不买账，她只允许主管隔着衣服搜，而克里斯蒂娜则比较胆小，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默许主管脱掉自己的一些衣服。可事实证明，哪有什么钱包？而此时电话的那头也已经挂断。那其实说到这里，各位应该懂了。如果是一般的诈骗电话，电话那头无非就是为了钱财。等到达支付的那一步，确实会有很多人起疑心。可像这样的诈骗，由于目的不是为了钱财，真正的当事人并不会怀疑，反而还会因不影响社会秩序而选择乖乖配合，实在是妙。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越来越多类似脱衣搜查的诈骗电话。其中最荒唐的一次是发生在2004年的4月9日，肯塔基州华盛顿山的一家麦当劳餐厅接到一通电话。当时的经理名叫唐纳·萨默斯，打电话的人自称为斯科特警官，对方透露有人报案，说他们店里的员工偷走了一名顾客钱包里面的$50，需要进行协助调查。而在此之前，他已经通知过某位领导，正在过来调查的路上，为了防止嫌疑人处理掉所谓的赃物，需要经理立刻配合调查。紧接着，斯科特警官进一步描述了嫌疑人的样貌，那是一名金发女孩，身材比较娇小，而唐纳当即就把目标锁定在正在加班的路易斯身上。这名年仅18岁的女孩还是个高中生，她平时乖巧懂事，之所以出来打工是因为母亲失业，她想利用课余时间赚点钱，减轻家人的负担。可路易斯也还没有穷到去盗窃的地步。可不管怎么样，似乎他已经成为了店内唯一的嫌疑人。路易斯被唐纳带到了后面的办公室里面，这位警官隔着电话警告路易斯要乖乖配合，否则他不仅会失去工作，还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听到这些，刚入社会的路易斯肯定吓得不轻。在警察的指使下，他被唐纳清空了口袋，然后脱掉了他所有的衣服，并没收了手机和钥匙。而路易斯只能用围裙暂且遮住自己的关键部位，可哪都找了，根本就没有$50的钞票啊！此时电话那头的斯科特警官告诉唐纳，把路易斯的衣服和物品全部都拿到他车上去，避免他逃走，待会儿警察就会来接走他。而这个时候已经通话了将近1个小时，前台出餐都快忙不过来了。唐纳提议自己必须要回去工作了，没办法一直监视路易斯。对此，斯科特警官建议换个人来协助调查。唐纳最先找到了后厨的杰森。当电话那头让他脱掉路易斯的围裙时，杰森为了面子果断拒绝，直接走出了办公室。无奈之下，唐纳打电话给自己的未婚夫帮忙。按照店内规定，未婚夫沃尔特·尼克斯压根就不是餐厅员工，不应该来到办公室的。但显然唐纳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吩咐沃尔特看管好路易斯，并一定要听从警方的安排。这把沃尔特说的一愣一愣的。要知道，沃尔特已经43岁了，年仅18岁的路易斯全身上下只有一条狭窄的围裙遮住自己的裸体。两个陌生人就这么共处一室，而且当沃尔特接过电话后，事态再次升级。按照对方指示，沃尔特摘掉了女孩的围裙，作为搜查的一部分。斯科特警官还要求路易斯坐在沃尔特的腿上，亲吻他的嘴巴，以此证明嘴巴里面没有藏东西。起初路易斯拒绝了，但对方指示沃尔特不停地打他屁股，直到他配合为止。与此同时，斯科特警官还多次与路易斯通话，
威胁他要按照指示行事，否则将面临更为严重的惩罚。此时的路易斯哭着恳求对方放过自己，他大喊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何要做这些？而沃尔特警告他，如果不听话就要挨揍。恰好此时是晚餐高峰，唐纳得知后便又找来了维修工托马斯。托马斯是一名9年级学生，平时也在餐厅里面打零工。被拉到办公室后，看着弱小无助的路易斯，他非常震惊，不敢想象在这之前路易斯都经历了些什么。而唐纳告诉他，只要看管好人就行了，公司已经批准。果然，电话那头的警察又来了指示，第一步依然是把围裙脱掉。托马斯可不想再玩这种变态的游戏了，他当即拒绝了所有指示，还破口大骂。这个时候，唐纳也终于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他打电话给更高级别的经理，询问对方是否知道这一事情。果然，对方压根就不知道，这位斯科特警官就是个骗子。而此刻，电话那头传来了忙音，显然已经被挂断了。由于托马斯脑子比较灵活，他立刻回拨了回去，确定了来电者用的是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的一家超市的公用电话，然后就报了警。此时的唐纳正在疯狂给路易斯道歉，可这女孩已经吓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当天晚上，唐纳看了办公室的监控录像后，二话没说就取消了与未婚夫的婚约。实际上，沃尔特就在离开餐厅的路上就给朋友打了电话，说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糟糕的事情。当真正的警察来到餐厅了解情况后，立刻就出发逮捕了沃尔特。还有一名叫做伊丽莎白的受害者，她当时16岁，在披萨店打工，也同样遇到了类似的遭遇。回忆起来电者，他说对方喜欢放慢节奏，比如先是让经理脱掉他的鞋子，然后是裤子和衬衫，每脱掉一样东西，他就会讲很多来解释这些行为的合理性。面对电话里面的警察和经理，伊丽莎白只能不断的恳求他们结束这一切。可到后来，所谓的警察要求经理描述一下伊丽莎白的身材，包括胸部、下体等隐私部位，甚至还询问了内衣的尺码。此时的伊丽莎白忍无可忍，抢走电话，歇斯底里的大喊，这些东西和丢失的$50能有什么关系呢？好在后来另一名员工来餐厅上班，听说了伊丽莎白正在被脱衣检查，他拿起电话询问对方，难道不知道对未成年人进行脱衣搜查是违法的吗？很快对方就挂断了电话。事后伊丽莎白报了警，但没有相关部门跟进，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话说，看到这里有没有一种无力的感觉？这些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简直是不可理喻。面对这些匪夷所思的案件，华盛顿山警方上网简单的搜了一下，没想到全国各地竟然有大把相同的诈骗案。只不过之前的事情并没有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况且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很多餐厅都会选择掩盖事实，而不是报警调查。其实一直以来，大家都以为来电者就躲在餐厅附近的公用电话亭，一边享受操纵他人的感觉，一边满足自己偷窥的快感。而这一次，不仅确定了来电地址，还查到了是用 AT&T 电话卡拨打的。这种电话卡最大的零售商就是沃尔玛。于是华盛顿警方立刻联系到巴拿马城警方。很快，根据调取现场监控以及电话卡的序列号，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大卫·斯图尔特。他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了。不过大卫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他声称从未买过电话卡。但后来警方在他家找到了一张电话卡，而且根据记录，这张卡在过去1年里面给9家快餐店都打过电话，情况都类似。除此之外，警方在大卫家中找到了数十份检察局职位申请表、数百本警察杂志以及警察风格的制服、枪支。看来大卫一直幻想成为一名警察。当然，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么多人会被骗。根据多位餐厅经理回忆，来电者话术非常的专业，他语气冷静沉稳，很有说服力，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怀疑过这位警官的真实性。另外，大卫很明显是有备而来的，他事先做了大量的功课，能准确地说出该餐厅有几位经理的名字，以及当地警局真实的警察姓名，以此增加自己的可信度。而且一般他都会提前几天打电话，设法打听出受害者的名字或者标志性描述，方便运用到下一次诈骗电话当中。对此，唐纳也回想起来，这位斯科特警官对路易斯的发色、体型和年龄都一清二楚，甚至还描述出他所戴的领带颜色，所以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丝怀疑。后来，唐纳因违反禁止脱衣搜查和允许非麦当劳员工进入餐厅办公室的公司政策，被麦当劳解雇。后来因非法监禁的罪名被判处了1年缓刑。而未婚夫沃尔特犯有性虐待、不当性行为和非法监禁罪，被判处了5年监禁。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嫌疑人大卫始终没有被绳之以法。在2006年的10月31日，大卫被无罪释放。原因是这些案件当中都缺乏直接的证据，就比如打电话的声音录音，导致陪审团裁定他无罪。大卫只能算是这些案件的嫌疑人。警方后来也暗示，自从他被逮捕后，美国境内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诈骗电话。自从电话事件后，路易斯不得不退学。他原本计划要学习医学预科课程的，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接受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的治疗。从看似合理的搜查要求，逐步发展到难以想象的违法犯罪行为。
不得不说，大卫真是个操纵大师。说真的，如果不走歪门邪道，他倒是挺适合做销售的。至于受害者、服从管理者以及权威人物，这是很多人根深蒂固的一种行为倾向。根据路易斯的采访，那一通电话对他来说简直是地狱，他太害怕了，以至于不敢逃跑。一方面他不想光着身子跑出去，另一方面是不知道外面会不会有人在等自己，威胁到生命安全。而面对经理，路易斯始终抱有一丝期待。其实这也和一种心理效应有关。登门槛效应也叫做得寸进尺效应。一个人一旦接受了他人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他人以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在这些案例当中，来电者就喜欢操纵人们做他想做的事。他之所以选择快餐店，也是因为这种餐厅会严格按照规章办事。另外，来电者会先通过专业的警察术语，搬出比餐厅经理更加权威的人物名字，给人留下严肃、合法、合规的印象。这样一来，即便后续提出的要求一个比一个过分，接听者几乎都会一一遵守。显然，这招效果非常的好。所以说，服从更像是人类的天性。无论这命令看起来多么的邪恶，一旦接受了权威人士的命令，就好像是换了一个人，变得只会关心该如何执行命令，而不是思考命令本身的对错。但在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更应该理性的思考，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谈恋爱，特别在职场上，一些事情的是非对错是需要深思熟虑的。如果是已经侵犯到了自己的权益，就要及时止损。这简单点来说就是 PUA， 而难听点不就是诈骗吗？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各位遇到这样的诈骗电话会怎么做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